这只活了50年的老鳖居然开口说话，不仅能赐予我听懂动物说话的能力，还送我黄金。而这荒诞离奇的一幕，还得从我在一钓鱼佬手里买下这只老鳖说起。我去，不是在做梦吧？你这老鳖居然能说话！不是我能说话，而是你现在能听懂动物说话，是我给你的能力。你从那钓鱼佬手里买下我，也算有缘。这样，你把我放了，我送你黄金。一听到黄金，我两眼发光。对于我这个打工仔来说，1个月起早贪黑才5000一个月，如果能得到黄金，那岂不是要暴富？我小时候就听老人说，成精的老鳖都知道知恩图报，放生了会有宝物送，难道这是真的？是真的，放了我吧，我真给你送金子。不行啊，万一跑了怎么办？得拿东西绑住。我靠，你真扑街仔呀！放生你就放生，你拿绳子绑住我那也叫放生，你真是狗！我没理会对方，毕竟我之前被不少言而无信的人忽悠过，这一次可不能栽在一只老鳖上。随后我按老鳖的指示来到一处河边。你最好别耍花招哈，不然什么？我现在是法力不够，要不然绝对给你来上一套。你真是一个扑街仔！大老鳖说完，恨恨地离开了，想着赶紧叼根金条上来，把我打发掉算了。哼，打不过你，我还熬不死你。千年乌龟，万年鳖，我熬到你骨灰盒裂了，我都还在。很快，那只大老鳖真的叼了根金条上来，我拿在手里仔细端详起来，心中掩饰不住的喜悦。是金子，是金子，看来你没骗我啊！我肯定没骗你啊，哪像你小子这么狗。嘿嘿，主要是被骗怕了。对了，底下应该还有吧？这些东西你留着也无用，多送我一些可好？说着，我还故意提了提那根绑着老鳖的绳子。我靠，说你狗还真是狗，你干脆连我老窝都端了算了。你要是言而无信，小心我诅咒你。诅咒！听到大老鳖说出这个词，我愣了愣，原本还打算逮住这只大老鳖使劲薅，没想到它还有这种技能。算了，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，还是把它放了。给你开玩笑的，瞧把你急的。哼，懒得和你说，拜拜了你呢。老鳖说完，哧溜一下就钻进了河里。看这速度，以后谁说大老鳖跑得慢，我就跟他急，兔子都没他快，好吧？是你，怎么一只大老鳖还不够捕，还亲自来这里抓？说话这人就是早上卖我老鳖的钓鱼佬。是，这不过来碰碰运气嘛。不过好像不好抓呢。那是，这都要看运气的。大老鳖不怎么吃饵，我都是在岸上逮到它的。闲扯几句话，那钓鱼佬便开始钓鱼。看着他那齐全的钓鱼工具，我不禁好奇地问道：叔，你这是专业钓鱼的吗？有没有钱赚啊？还可以吧，我昨晚的渔获就不错，除了大老鳖我还卖1000多块呢。不过我也不靠这个吃饭，我是房东。哦，看来叔你还是个低调的有钱人。还好，就2栋楼而已。对了，小伙子，你多少岁啊？这大晚上的出来，明天不上班啊？26了，刚刚辞职不干了，在待业中。看你也是个帅小伙，结婚了吧？连朋友都没耍呢。现在女孩眼光比较高，光靠长相也没用。哦，那你想不想找个女朋友啊？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哎呀，今天是走啥运了？老鳖送我金，现在又有好心人给我介绍媳妇。见我发愣，大叔又说道：这样吧，我女儿29了，女大3抱金砖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这个看缘分，大叔。没想到大叔是把他女儿介绍给我，而且还大3岁，这让我有些不知所措。小伙子，我女儿挺好的，还是大学生，在家帮忙管理着2栋楼，就是中了点。中了点是有多重？180还是200斤？见我没回话，大叔继续说道：哎，我就一个女儿，但凡多个儿子，我也不用这么操心。好家伙，你这是看见我没工作，想抓我去当上门女婿，去香火啊？大叔你不地道呀！我有些无语了。叔，这些事情还得看缘分。夜深了，我先走了，你一个人钓鱼注意安全。哎，小兄弟，留个联系方式呗，咱先联系一下，合不合适再说嘛。一个有2栋楼的房东主动加好友，我哪里敢不给人家面子，于是将联系方式给了对方。我回去让我女儿加你，到时候你们聊聊啊，我看好你哦。好。说罢我便离开了。这只活了50年的老鳖居然开口说话，不仅能赐予我听懂动物说话的能力，还送我黄金。接上集。回到家后，那位大叔的女儿加我好友，我一看她的照片，至少180斤，虽然长得一脸福相，但我这身板也无福消受啊。看来这软饭不好吃，算了，还是老老实实奋斗吧。礼节性的和对方聊了一下，我就借故洗澡开溜了。随后我把金条拿出来，放到电子秤上，足250克，一克黄金360以上，这一根有9万块啊！我去，发财了！得想个办法把大老鳖的老窝端了，里面肯定还有不少，嘿嘿。不过为了不节外生枝，我第2天一早便去渔具店买鱼竿，打算利用钓鱼做掩护，慢慢的寻找老鳖藏黄金的地方。
欢迎光临冤种。哦，不对，大帅哥。冤种，不，我说的是大帅哥。请问帅哥需要买啥渔具？有没有竹竿？有，外国进口的。我去，我确定刚才你说的就是冤种。你蒙谁呢？这一竹竿你还进口的？不买了。我掉头离开这黑店。帅哥别走呀，有国产的。随后我换了一家渔具店，本以为老板看起来老实，结果还是把我绕进去了。你这里手竿有没有100来块钱的？有，啥价位的都有，不过1分钱1分货，100块的钓不了太大的鱼，一般10斤到20斤就是极限了。行，就这个合适了。不过你光有鱼竿也不行啊，这样我给你搭配鱼线、鱼钩还有鱼漂，130就成。行。对了，你出去钓鱼，老站着也累，得来个带靠背的钓箱，这样可以坐着钓。你这么说倒也是哈，那就来一个。这种需要多少钱？348就行。这鱼竿、钓箱都有了，要不要买把割草刀？河边杂草茂密，得割出一点空地，不然蚊虫特别多。不贵，也就15块钱。也是，那来上一把。既然钓鱼，肯定少不了窝料。哦，那来上1包。你这是白天钓还是夜钓？夜钓的话，得买夜光漂加上照明灯具，还有防蚊虫蛇鼠的。嗨，白天钓的，不夜钓。直到这时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好像被这老板绕进去了。你看这么热的天，来上一套防晒服或者冲锋衣加一顶遮阳帽，太阳伞也可以安排上，不然你就说我想正正经经钓个鱼，他到底需要啥装备？你有没有套餐？给我选一个。我有些不耐烦了。有的，小兄弟你不要这样子，钓鱼要心平气和，才能上大鱼。简单的钓鱼套装也就1000多而已，一条鱼就回本了。都安排上，你别再说了，我怕腰包扛不住跟你跑了。好不说了，我马上给你打包。哼，这老板开渔具店真是浪费了，要是去卖房的多厉害啊。随后我将一堆的钓鱼工具绑到了我那小电驴上，便往昨天放老鳖的地方骑去。路上我心里越想越难受，这老板可真能忽悠，我就是想打个掩护，好下河捞金子，也没想钓鱼啊，白白花了1000多块钱。随后我来到目的地，这里已经有好几个人在钓鱼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我不敢下河捞黄金，只能假装钓鱼，等待时机。不过这一等，1个多小时过去了，这些钓鱼佬一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，而我这边也没上鱼，实在无聊，我便在一旁做起了俯卧撑。万一以后要吃大叔那女儿的软饭，不得身体好。这把旁边钓鱼佬看傻了。老公，你说那人是不是傻？钓鱼就钓鱼，还在地上做俯卧撑，也不嫌天气热。你管他的，只要不影响我钓鱼就行。晚上回去你也做俯卧撑呀。我想了。妇人一句我想了，差点吓得大叔把鱼竿丢了出去。人到中年，就怕听到媳妇说这几个字。别闹，我还要过来夜钓，晚上鱼多，运气好能挣1000多呢。你老是出来夜钓，都好久没和我一起那啥了。哎，你别说话，有鱼上钩了。随后那男的将一条20多斤的白鲢拖出了水面。妇人见状，赶紧拿抄网去捞，结果两人没配合好，让那鱼跑了。男的一脸黑线，都给你说多少次了，要兜头，别从鱼尾巴抄，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呢？一天到晚的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妇人没说话，有些委屈。算他20斤，10块1斤，那就是200块，一天的工资啊。听到一条鱼200块，我瞬间来了兴趣。我去，这不就是在河里捡钱？这只活了50年的老鳖居然开口说话，不仅能赐予我听懂动物说话的能力，还送我黄金，鳖上级。于是我暂时放下捡金子的念头，准备认真钓鱼。奇怪的是，我和旁边那钓鱼佬就隔了几米远，他那边时不时的在上鱼，而我这边却纹丝不动。这不，对方又钓上来一条青鱼，这个起码得4斤，1斤算最低的13块，50块钱啊！这次妇人还是顺利的将鱼抄了上来。可没想到，妇人过于高兴，在往后退的时候踩滑了，结果摔了一跤，鱼又跑了。男的愤怒值拉满，感觉随时都要爆发。哎呦，摔到腰骨了，好疼！疼，走路不知道小心点啊！鱼都让你摔跑了，一天到晚正事没做成一个，净给我捣乱。回去了，不钓了。妇女估计真摔出问题了，男的也不好过度发飙，收拾好自己的钓具，便搀扶着妇人离开。而我见状，赶紧跑过去站窝。那人回头鄙视的看了我一眼，小声嘀咕道：“这小子忒不是东西了，他来到我们旁边，我们就不停的跑鱼。”我去，意思这大叔还怪我影响他的风水。你别说，这位置确实好，我鱼竿刚投下去就有了反应，而且动静还不小。我使出洪荒之力与那大鱼拉扯起来，可没想到这鱼力气贼大，直接把我拽到了河里，就这么向河对岸游去。幸亏我水性好，不然得淹死在河里。好在大鱼的爆发力过后，我趁机将其拉往岸边，然后脚蹬住河底的石头，与对方拉扯起来。而周围钓鱼佬见此动静，纷纷过来围观。
好小子，这游泳技术不输当年的我，颇有我当年浪里小白龙的风范。不吹会死啊！上次不知道谁掉河里，还大声呼喊救命来着。你不要血口喷人呐！哎，可惜了，刚刚我就想来占这个位置的，没想到被这个臭不要脸的抢了。这鱼太生猛了，一会钓上来我问下价格，我家院子的大鱼池就缺这种好东西。你家鱼池多大啊？估计这下面的鱼有几十斤。不大，也就200-300个平方。众钓友齐声比视之，都觉得对方在吹牛。毕竟鱼池都占地200平，那院子得多大？这里可是大都市，寸土寸金，得多大的土豪才买得起这样的房子？关键这么大的土豪不应该跑这小野河湾钓鱼。另一边，在拉扯40分钟后，我终于将那大鱼给抄了上来，是条长1米23、重60多斤的大罗青。来，淡定点，不要怕，我又不吃你。你礼貌吗？你不吃但你卖啊！见这鱼开口说话，我愣了一下，不过很快反应过来，这是那老鳖赐予的能力。兄弟，我出4000买了。兄弟，这鱼卖我出5000。听到5000，我立马心动起来，这可是我之前起早贪黑1个月的工资啊！一激动，手上没拿稳，鱼差点摔在地上。哎呦喂，轻点，别刮花了。那吹牛男说着，便掏钱递给我。小兄弟，这鱼卖我出6000。一个老头挤了进来，吹牛男愣了一下，立马回道：我出6500。大爷，这鱼让我带回去放鱼池吧。那不行，难得见到这么大的罗青，我出7000。我出7500。吹牛男也不甘示弱，我出1万，免得你500的价。周围钓鱼佬听到这价格，羡慕不已。这鱼要是自己钓的，1个月不用回家洗碗筷，再出来钓鱼也不用看老婆的脸色。15000，你瞧不起谁呢？大兄弟，你又何苦跟我争？这鱼类的虚脱，你带回去也难养活。这样，小伙子，我出2万，你同意？马上给现金。吹牛男虽然不服气，但看了看那鱼，确实是这么个情况，再加上价格出到2万了，也就做个顺水人情。行吧，这鱼让你了。随后，老头把钱递给我，便把鱼带走了。大哥，不好意思啊，价高者得，不是我不想卖你。没事，刚才那老头想取罗青里面的鲸鱼石，我也不好跟他多争。什么是鲸鱼石？你自己查资料就知道了。你留个我的联系方式，下次如果再钓到这种大鱼，可以联系。留完联系方式后，吹牛男便离开了，围观的群众也随之散去。毕竟吃别人的瓜有什么用？赶紧回去自己打窝下单才是正经事。随后我拿出手机一查，原来鲸鱼石为青鱼咽喉部，用来辅助压碎螺丝等硬质食物的角质增生，晶莹剔透，如翠似玉，在客家地区奉为吉祥物。而鲸鱼石至少要10斤以上的罗青才会有，越带越值钱。而就在我专心查资料时，手机突然响了。星兄弟啊，在哪里啊？听说你搞了条大罗青。我去，刚发生的事情，这人怎么知道？我也钓了一条60多斤的大青鱼，被老板2万块钱收走。接上集。大叔，你怎么知道的啊？钓友圈都传遍了，到处都是你钓到大鱼的视频。哦，怪不得。小伙子，你别走，我马上过来找你。说完，大叔便挂断了电话。而这时，我转头望向四周，不知何时，周围挤过来好多钓鱼佬。这么密集的阵容，底下的鱼怕是游过来，都得挂到鱼钩。这些人太不地道了，这样我还钓个毛啊！果不其然，后面我的鱼线动都没动过，倒是周围那些挤过来的钓鱼佬，时不时的上钩。有毒吧？怎么就我一个人不上鱼？就在我疑惑不解之时，那位大叔带着老婆和女儿来到了河边，看见我身旁围了这么多人，他的女儿不解地问道：爸，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在这边钓鱼？这不是小星搞了一条大罗青上来，卖了2万块吗？他们是过来蹭新手光环运气的，一会我也来试一下。一天到晚就知道蹭运气，注意正事。知道，女儿的婚姻大事为主。随后，老金一家人走到我身后，小星钓着呢，上多少了？我回头正准备回应，看到老金的女儿后，我愣住了。现实比照片更震撼。我去，这取回去不得泰山压顶啊！小星，你看着我女儿发啥愣呢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上了一条大鱼后就没上鱼了。随后，老金把他老婆和女儿介绍了一番。他老婆叫李淑欣，女儿叫金雪儿。和2人打了招呼后，我赶紧说道：大叔，这个钓位让给你们钓，我回去休息了。老金把他老婆和女儿带过来，即使我再笨，也知道对方不怀好意。可就在我起身准备离开之时，2座大山直接把我给堵住了。小希啊，别那么着急，再钓会儿。面对眼前2座大山，我是真撼不动，无奈只得坐下来，强装镇定的继续钓鱼。随后大叔他老婆撵走了旁边一位钓鱼佬，然后就和老金在那里钓。而金雪儿则是来到我旁边钓，就我俩那距离，鱼线稍微动一下都能切线，这乃是钓鱼，分明就是想吃我。看着对方那如狼似虎的眼神，我心里有些发怵。
帅哥，我这人比较直接，你跟我谈朋友，我给你买车买房，还给你生孩子。嗨嗨嗨，我是一个有追求有志向的男人，大丈夫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放心了，以后我都听你的，不会让你久居人下的。听到这里，我有些心动了。虽然金雪儿肉多了点，但长得真不难看。如果事事都顺从我，也还是可以考虑的。不过还是不能太让对方轻易得到我，不然他不会珍惜。这才刚刚认识，哪跟哪儿啊？钓鱼钓鱼。那就先钓鱼。对了，晚上去我家吃饭啊，我亲自下厨。那个晚上我也钓，简单吃点面包就好。我的天，这么快就想吃我啊？我有点虚啊。哦，那没事，我们开车过来的，车上带了厨具，一会儿钓上鱼，我现场弄给你吃。这好吧，我去，这是甩不开了呀。我有些无语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就在我纳闷之际，旁边钓鱼佬传来一阵惊呼：中了！我靠，又是大罗青！只见那钓鱼佬的脸都被拉变形了。另一个钓鱼佬赶紧过来帮忙，松一下，别硬来。我去，这起码80、90斤，比早上那条还大。就在我吃瓜之际，金雪儿突然把手靠了过来，压在我的肩膀上。被他这么一压，我感觉整个人随时会倒下。上午你搞的那条不比这条小多少，我看他们发在钓友圈的视频，你这体力很好啊，能在水里拖着大鱼游那么久。说到此处，金雪儿忍不住地咽了下口水。我正准备回答，一阵鱼竿的炸裂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我靠，这1000多块的鱼竿都能断，这遭天谴的老板又坑我。你不是浪里小白龙吗？游过去啊，鱼竿还在水面。这我不会游泳啊！靠，这鱼我不要了，水搞上来就谁的。你说真的？那我可下河了。旁边那年轻的钓鱼佬兴奋地接过话。是真的，鱼你搞到就是你的，能把我鱼竿拿回来我还谢谢你。拿着证据找老板退货去，花了我1800多块，才钓了2次就榨干。此话说罢，那年轻人便下河向鱼竿游去。你不下吗？说着，金雪儿拍了我肩膀一下，这一巴掌，我感觉整个骨头都松了。我去，这要是结了婚，可千万不能闹矛盾啊，不然粉碎性骨折怕是免不了。先看看情况，那鱼体力好着呢，就算抓到鱼竿也搞不过它。看来你不仅身体好，脑袋也够聪明啊，我好喜欢。这只活了50年的老鳖居然开口说话，不仅能赐予我听懂动物说话的能力，还送我黄金。接上集，那钓鱼佬抓住断裂的鱼竿便往岸边拖拽，但正如我说，此时鱼的力气正盛，他根本拉不动那鱼，反而被那鱼拖得在水里一阵踉跄，最后纠缠了许久。因体力不支，那钓鱼佬只得放弃，游回岸边。这时又站出来一个钓鱼佬，开始下河去捞那鱼竿，但明显这人也不行，还没刚才那人坚持的久，最终也无奈返回。我见时机已到，便果断地向鱼竿游去。可快接近鱼竿之时，鱼竿嗖的一声被大鱼拽入水底。我在原地找了许久，都没有发现鱼竿的身影。不会吧，鱼就这么跑了吗？那可是几万块啊！就在我失望，准备往回游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阵谩骂声。哎呀，你个扑街仔大黑鱼，把一堆人往我的新老巢引，你是不是想我死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咦，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？对了，这不就是那大老鳖的声音吗？原来那老鳖的洞穴就在我的脚底下，他正连咬带踢的想把大罗青给赶出去。你给我快点滚出去，咬死你个扑街仔！哈哈，还真是大老鳖这家伙，没想到躲到这里来了，看来他也够懒的，这窝也没有挪多远呀。随后我潜入水中，大概在水下2-3米的地方找到了老鳖的巢穴。此时大老鳖使劲顶着大罗青出洞，而我顺势抓住断裂的鱼竿，便将大罗青往岸边拖去。至于大老鳖，我则是假装没有发现他，避免打草惊蛇。好悬好悬，吓死宝宝了！幸亏这小子没发现我，再落到他手里，老窝不保啊！而我这边在拉扯一阵后，那大鱼终于被拖到了岸边，众人都投来羡慕不已的眼光。哎，活该他赚这个钱，能在水里待那么久。就是猛人一个呀，可望不可及。哼，我回去就找人教游泳，碰到大鱼拉鱼竿走的，我也直接下水攻。听到众人对我的夸奖，金雪儿在一旁也是笑得合不拢嘴。我是不是没看错人？这小伙子是不是很优秀？还不错。爸，这么优秀的男人，他看得上我吗？那这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不同意，咱就死缠烂打。另一边，一个男的摸着大罗青，口中念念的说道：看鱼这个样子，应该能养活。小兄弟，这条鱼卖我吧。那大哥，早上那条60多斤都卖了2万，这条有90斤了，你能出多少呢？这样，我出3万5。行，这鱼给你了。大哥都这么爽快了，我也不能过分要价。
随后那位大哥把钱转我。小兄弟，留个联系方式，我姓肖，开了一个小水库钓场，我经常在这边钓鱼，放进自己的水库，以后再钓到这种巨物可以联系我。好的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说完，大哥便带着鱼离开了。为了把那条大鱼弄上来，我已经精疲力尽，于是准备回家休息一下。大叔他们一家见状，虽然有些不舍，但看我确实累到了，也不好太过分的挽留。回去后已是下午4点过，我刚躺在床上便睡着了，而这一睡，我做的居然全是钓鱼的梦。那鱼线的切水声在我脑海中反复环绕，就这样持续到晚上9点，我醒来，这切水声才结束。我去，不会真是中了钓鱼的毒吧？起来吃了点东西后，本打算继续再睡，可脑海里全是白天钓鱼的场景，怎么都睡不着。于是乎，我做了个决定，准备去夜钓。毕竟白天挣了几万块钱，想着晚上会不会又挣几万。就这样，我怀着激动的心情，骑着小电驴就往河边驶去。来到河边，就碰见了老金和肖堂主。可钓了一会儿，我闻到了一股臭味。金大叔，肖堂主，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臭味？好像还真是，哪里来的臭东西？肖堂主站起来往河面看去。就在这时，老金的鱼竿突然沉了下去。看那反应，这鱼不小啊，可把老金给高兴坏了。哈哈哈，中大鱼了，中大鱼了！在老金兴奋地拉扯10来分钟后，那条大鱼被拉出了水面。可仔细一看，哪是什么大鱼，就是一只死猪啊！关键邪乎的是，这鱼钩刚好就在猪嘴里，它是怎么吃进去的？老金揉了揉眼睛，确定自己没看错，不会这么背吧？死猪正口。而肖堂主和我也不可思议地看着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老金赶紧剪断鱼线，收拾东西就准备走，而肖堂主也紧随其后，这把我看得一脸茫然。这只活了50年的老鳖居然开口说话，不仅能赐予我听懂动物说话的能力，还送我黄金。接上集，死猪正口，收竿就走。小兄弟，你还在等啥呢？就在我摸不着头脑的时候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又传到了我的耳朵。嘿嘿，吓不死你，让你抓我去卖，下次我找个小孩玩偶挂你鱼钩上。好家伙，原来是你在捣鬼，还以为你躲那个洞里不出来了，没想到大晚上的过来报仇。小星，别傻愣着了，赶紧走了，大晚上钓到这个不吉利。很明显，老金和肖堂主以为水里有不干净的东西，想着赶紧离开。但我知道是那只大老鳖搞的鬼，心里自然不怕。不过为了不节外生枝，我还是假装害怕，和他们一起离开了。等与对方分开后，我便骑着电驴返回，然后一头扎进了水里，往那老鳖的窝游去。来到老鳖的窝后，并没有发现对方，估计这家伙应该去捕食了。我在窝里一顿翻找，可并没有发现什么东西，随后赶紧回到水面换气。我去，难道这家伙知道我要来，把东西提前挪走了呀？不对，他应该没有那么聪明。想到这里，我再次回到水中，往另一个方向游去。之前我绑着老鳖下水找黄金的时候，在绳子上做了个记号，记录了老鳖下水的深度，所以按着这个大概，我游到了那个地方，还真发现了东西。只见一块石头压住了一个侧放的坛子，坛子的封口不知道被搞到哪里去了，里面装的东西都显露出来。最吸引目光的是那一根根金条，然后是3个铜制小器具。随后我用手搬坛子，可坛子被石块压着，根本搬不动。于是乎，我只好先上浮换口气。算了，贪多嚼不烂，先把金条掏出来，那坛子就不要了。随后我便潜下去，把坛子里面的金条一扫而尽。而那3个铜器看着像祭祖用的东西，我就没有拿。之后我便骑车赶紧回家，把金条拿出来清点，有整整19根。发了，一根250克，加上原来的那根，就是10斤黄金，按361克来算，180万啊！这要按以前5000一个月的工资，不吃不喝的存30年啊！我越想越兴奋，甚至笑出了声。不过随后我赶紧捂住自己的嘴巴，毕竟有财不外露，还是低调的好。随后我将黄金藏好，至于怎么卖，我还没有想好。第二天，由于晚上太累了，一觉睡到了中午才醒。吃了份外卖后，便刷起了手机。刚打开手机，就看到一个新群的信息，是老金拉进去的，里面全是钓友们分享的各自战果，有20多斤的白鲢，10多斤的鲤鱼，30多斤的青鱼等等，都在昨晚摸黄金的地方钓的。这不看还好，越看我心里越痒痒，于是决定晚上再去夜钓。看来真应了那句话，一入钓鱼门，从此断红尘。而等我晚上来到钓点后，发现这里被一盏大灯照得通亮，老金和肖堂主早已吊起，旁边还多了一个胖子和一个身穿道袍的人。小星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怎么，你们来这么早，不怕遇到昨晚的死猪正口吗？怕啊，所以我们专门找了个风水先生过来，帮我们驱邪。我去，第一次听说钓鱼还带风水先生的，就这阵仗，就算阿飘来了都得绕路走。小星，别傻站着了，赶紧开钓，给你预留了位置。老金笑嘻嘻地说道，似乎他知道我要来一样。
随后我也没客气，只是这灯太亮了，晃得人有点不舒服。这个灯是啥灯？这么亮，照得眼睛疼。听我这么一说，老金赶紧关掉。不好意思，刚刚在测试，这是400瓦户外工程照明用的，照射距离100多米，这是为了避免像昨晚那样光线太暗，掉到死猪了都不知道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说话间，我不禁担心起大老鳖。就这阵仗，你可别再过来捣蛋了，被逮到的话，这是要被炖的节奏啊！随后大家就安静的钓鱼，萧堂主率先中钩，这次就不是死猪了，是条1斤多的大板鲫。就在我以为今晚能平静度过的时候，旁边的风水先生严肃地说道：“河里来东西了，大家注意一些。”众人立马紧张起来。钓鱼佬正在钓鱼，河面有东西飘过来，旁边的风水先生突然紧张起来：“别愣着了，赶紧把探照灯打开。”老金缓过神来，把灯打开，河面顿时一片亮堂。不过5人打眼一看，吓出声音来：“妈呀，是个小孩！”不是小孩，是玩偶。我眼睛比较尖，定神一看，就是一个跟小孩差不多大小的玩偶。我去，大晚上飘来这东西，真是吓一跳。那胖子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。不对，大家警惕些，地下有东西把这洋娃娃拽过来的。哼，何方妖孽，看见！随后对方凌空一跃，连人带剑刺向水里，挥舞着木剑劈刺。我去，这么生猛的吗？死鱼正口，收竿就走，刀袍一换，下河开干，捉妖失败，村民吃饭。今天是见到真人真事了呀！不过那倒是这么折腾，可把那大佬鳖吓坏了。这个扑街仔，我就吓吓你们，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！不玩了，不玩了！说罢，老鳖赶紧躲进洞穴。怎么样，东西抓到了吗，道长？那东西应该跑了，比脸盆都还大，应该是个乌龟或者大老鳖。见对方跑掉，道士便游回了岸上。这东西怕是成精了，这要跑了，那以后不得找我们麻烦。问题不大，就一只比较老的乌龟或老鳖而已，没啥事的，它就会搞些小动作。那再出来捣乱，非得把它抓来炖了。随后我们继续钓鱼，没有大老鳖的捣乱，我们上鱼都非常顺利，尤其是萧堂主连钓了3条大青鱼，虽然都只有4、5斤左右，但在野河里也相当不错了。而接着就是我钓上来1条7斤的白鲢，之后便是老金和李胖子不停上鱼，但都是大板鲫，好在数量够多，每人有10几条，平均1斤多。别小看这些大板鲫，一条能卖10多块，10几条就有小200了。很多人的日均工资应该也没有这么多吧。小西啊，你这新手光环结束的怎么这么快？今天晚上大家一条巨物都没碰到啊！啥新手光环？就在我摸不着头脑之时，老金突然被拽飞，摔到了水里。小星快来呀，中大鱼了，我支撑不住了。眼见老金被一点点拽走，我赶紧下水接过鱼竿。怎么样，你们有没有事？我钓到巨物了，起码有5、60斤。3人一听，两眼放光。这金挂底今天吃啥了？居然能钓到如此大鱼！萧堂主之所以这么一说，是老金在附近出了名的挂底，每次拉了半天，以为是中大鱼，结果都是挂底，所以有了这么个外号。随后我先拽着鱼竿退回到岸上，然后我和老金换着遛鱼。大概在1个小时后，那条巨物被我们钓了上来，原来是条60多斤的鲶鱼。老金兴奋不已，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。我站起来了，我站起来了！以后谁还敢说我是金挂底？多年压抑的心情在此刻爆发出来。金大叔，难不成你以前都是跪着钓鱼的啊？听到我的打趣，老金一时间有些语塞，尴尬的笑了笑。而与老金形成鲜明对比的，则是另外3人，他们一脸的仇深似海，心里都在想，为啥这大鱼不咬他们的鱼钩，而要去咬金挂底的？说实话，我也是这个想法。果然应了那句老话，钓上大鱼开心的只有他一个人，跑鱼了大家都开心，除了他以外。随后老金把那大鱼用绳子串着，就这么背在背上，然后让众人给他拍照。老金，知道你钓到大鱼了，人家小星钓到100斤的巨青也没这么张狂啊。嘿嘿嘿，你管我？这么大的鲶鱼多难得呀，你不懂。也不怪老金那么嚣张，按60块1斤来算，这条鲶鱼都有3、4千块钱了。对了，小星，待会儿把你的电动车借我用一下，我把鱼先拿回家。你不是开车过来了吗？今天不开拿车了，我想锻炼一下身体，快点过来帮我抬到你拿车上。天快亮了。听到此处，我满脸的鄙视，骑电动车算哪门的锻炼？不就是想显摆那条鱼吗？钓鱼佬钓鱼被一只大佬鳖钓的洋娃娃吓了，谁料钓鱼佬直接让道士下河开干。接上集。就这样，老金骑着我的小电驴便回去了。一路上他就是最靓的仔，吸引了不少目光，而我这边苦等2个多小时，对方才返回。金大叔，你家不是只有几公里吗？怎么这么久？哎呀，回去的时候那鱼不是中吗？你电驴不敢骑太快了，另外我绕了下路，不然不好走。我去，老金这叉装的好，不过我只能给82分，剩余的18分以666的形式发给他。
真是把炫耀玩到了极致。随后我便骑着电驴离开了。回去后，我先去菜市场把昨晚夜钓的鱼卖给贩子，有300多块。虽然那天搞了180万的金条，但毕竟还没有换成钱。忙完后，我回家倒头就睡。等睡醒，金雪儿给我发了条信息：小友哥，你等我几个月，我努力减肥，到时候让你眼前一亮。看到这条信息，我还蛮感动的。一个女人为了一个男的去减肥，那证明这个女的对这个男的肯定是喜欢的。随后我回了一句：你不要刻意为之，身体健康重要，不要因为减肥影响健康。放心了，我心里有数的。看到我的关心，金雪儿笑得像个小孩子一样。就这样聊了一下午，吃过晚饭后，我便继续去钓夜鱼。今天就只有李胖子和他带来的风水先生，而老金和萧堂主可能是被老婆留在家里交作业。那风水先生昨天是穿道袍，今天穿了便装，原来他也是钓鱼爱好者，和李胖子是朋友。经过昨晚上的接触，我们也算是互相认识了，所以两人也是热情的和我聊了起来。钓了一会儿后，我们不远处的一座荒坟传来女的哭声。李哥，你们有没有听到女人的哭声？嘘，小声点，有东西在那边。风水先生紧张地看向那座荒坟，李胖子也是眼神示意我。这有不干净的东西吗？你们可别吓我。我尽量压低声音，整个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随后哭声突然增大，把我吓了一大跳，直接抱住了李胖子。不是我胆小，大晚上的这声音太瘆人，而李胖子早已是满头冷汗。出来，有本事你出来，让贫道会你，扑你丫母！那风水先生确实生猛，直接拿灯照向荒坟，嘴里骂骂咧咧。可那哭声还是不止，还越来越大，这可把风水先生惹急了，抓起一块石头就扔了过去，但依旧没有用。随后那风水先生换上道袍，拿着桃木剑就准备过去开干。我去，这家伙即使钓鱼也不忘把职业装带上啊！不过这哭声听了一会儿后，我发现了对劲。李哥，道长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哭声不对劲？怎么听着是重复哭泣，没变化的？难道你觉得是有人在故意吓我们？我好像听到电流声。对了，这应该就是音箱重复播放的。不知为何，自从那老鳖赐予我能听懂动物说话的能力后，我的耳朵越来越灵敏，有时候很小的动静声都能听出来。你这么说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晚上过来想抢钓点的几个年轻人，打不过就跟我来这招，咱们一起过去看看。随后道长开路，直接来到那荒坟那里，循着声源，还真找到了一个蓝牙音响。我去，老弟，你耳朵够好啊，这都能被你听出来。我还准备和这阿飘大战300回合呢。那几个小子还想给我们下套，这音响没收了，走，回去继续钓鱼。不过回到钓位后，我总感觉背脊发凉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看。我一眼望去，全是杂草，也没发现可疑迹象呢。难道是刚刚那哭声的后遗症？算了，不瞎想了，还是好生钓鱼。殊不知我的感觉是对的，杂草中还真趴着几个鬼鬼祟祟的年轻人，他们交头接耳地讨论着什么。我夜钓，背后荒坟突然传来女人哭声，接上集。明天我跟农业局的二叔说一下，让他们带人过来把这些钓鱼佬抓了。哼，还敢说我进口的蓝牙音箱？钓鱼的不是归渔政管理部门吗？农业局也管得到。你懂什么？渔政农业都在一个地方办公，有些领导还身兼数职。等他们带人过来，连续抓几天，这钓点以后就属于咱们的了。行，这个办法好。说完，这几个年轻小伙便悄悄退去。而另一边，不知道今晚是被吓到了还是什么，我来了半天，居然一条鱼都没钓到。倒是旁边的李胖子不停地上鱼。哎，怎么又是一条小河里？都钓烦了，明早走的时候再放了它。这小子说话的时候故意把声音抬高，好像是说给我听的一样。真会装，钓鱼佬都这么爱装叉吗？而随后，李胖子和风水先生轮番上鱼，大多都是鲤鱼和罗非鱼，看着他俩的桶都快装不下了，而我还是空桶，心里极不是滋味。关键这李胖子还不停地在旁边显摆。你说这1斤半的罗非鱼拿来有啥用？丢在地上怕都没人要。听到这话，我真的好想过去踹他一脚。哎，要我说，你也是根成年的鱼竿了，你要学会自己上鱼啊！看隔壁那2个鱼竿都快连着飞鱼了。你个臭小子，我就是一根竹子做的鱼竿啊，还想着我自己上鱼？你咋不说你自己上天呢？你别说，刚刚骂了一顿鱼竿，还真有鱼上钩了。不过钓起来一看，就是条3两的土灵鱼。这么小，算了吧。李胖子在一旁站着说话，不嫌腰疼。我才不放，这可是好东西，肉厚又结实，市场你想买都还买不到。我没听李胖子胡咧咧，有了一就有了二，后面我也开始连竿了。直到早上离开之时，我已经钓了19条土灵鱼和7条罗非，5条河里，2条大板鲫鱼。胖子和他朋友一脸诧异。可以啊，星兄弟，这才一会儿就追上我俩了。嘿嘿，可能这鱼竿比较争气，见不得其他鱼竿比他钓鱼多。这李胖子一时语塞，不知道该说些啥。
随后我还是到菜市场那家贩子卖鱼，今天没啥硬货，收入就100多块钱，虽然钱不多，但比上班舒畅。以后得白天钓了，虽然晚上鱼口好，但这长时间的熬夜对身体也吃不消啊。此时的我完全中了钓鱼的毒，都忘记当初买鱼竿只是为了捞黄金打掩护。这不，晚上我又准时来到河边，比上班都还准，生怕迟到1秒钟钓位就被占了。不过奇怪的是，今天河边居然没有人。就在我纳闷之际，一阵求救声从河里传来，快点来救我，救救我呀！我仔细一听，不就是大老鳖吗？哈哈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正愁抓不到你呢。随后我循声往老鳖的方向游去，等到跟前，发现这家伙被刺网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嘿嘿，咱们又见面了，大老鳖。你！大老鳖心头一颤，说话都不利索了。哎，你别冤枉好人，这网不是我下的，你莫要恩将仇报。对了，你这需不需要我救呀？需要我救的话，得知恩图报啊。听到这话，大老鳖一脸的难受，但想想自己的处境，只能忍痛割爱。好啦，我老窝的那些黄金都让你了，一报还一报，那次是那次。再说了，你窝里的黄金已经没了。你个扑街仔，难道我老窝被你掏空了？大老鳖看我一脸坏笑，就知道黄金全没了。可现在对我也不好发飙。没黄金了，那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宝贝啊？比如……我钓鱼听见河里有求救声，循声而去，居然是只大老鳖。这倒是有，但你先把我放开再说。大老鳖眼睛一转，似乎想起什么不得了的东西。嘿嘿，好说好说。随后我将大老鳖从刺网上解下来，然后又绑上根绳子，带回了岸上。你真是狗，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你都把我解下来了，要绑我干什么？这是为你好，不然你这一个不小心掉进河里，又被刺网挂到，那就欠我2次恩情了。你个无耻之徒，我懒得和你说。那就长话短说，我把你放生，你用什么东西来交换啊？老鳖见自己不交点东西，今天怕是走不了，只能不情愿地说道：上面不远的地方，水里有一个大洞，里面住着一条巨型鱼，其肚子里有一枚棒金渡劫时留下的棒珠。我当时和他抢，没抢过对方。棒金渡劫，你确定没骗我？我一脸震惊地问道。反正在这里活了很多年，被天雷劈的浑身炸裂，我吃了几块棒肉，没过多久我就可以通人性了。那条大鱼更是吃了那个棒珠和很多棒肉，现在都这么大。大老鳖试图用前脚比划一下那条大鲶鱼的块头，但这只是一个信息而已，又不是实物。不行，你换一个。你个扑街仔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大老鳖气急败坏地说道。那可是不知道多少年份的棒珠啊！如果得到，其中的蕴含的能量，你无法想象。棒珠的事情先放一放，这样吧，我看上你了，你跟我混，我养你怎么样？猪肝你吃过吗？给你管够哦。哎呀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知不知道人类豢养成精的动物是会被吸取运势和人气的？你养我，不出20年，你就会家道中落，人也变得霉运临头啊！还有这么一说吗？我有些怀疑大老鳖是不是在忽悠我。不过你把我带到海边去，我可以答应你3件事。为啥要去海边？这里风水不是很好吗？那里风水更好，宝物更多。听老鳖这么一说，我有些心动了。不过在去海边之前，你得帮我把那条大鲶鱼给搞上来。你小子贪得无厌啊！不过行吧，你把我先放开，然后你准备好工具，不然你钓不上来那大鱼，那家伙可是要吃人的。听到这里，我心头一震，开始打退堂鼓了。不过一想到那颗神奇的棒珠，我还是决定冒险一试。嘿嘿，相信你是讲信用的，我给你放了，你别放我鸽子。说罢，我就将大老鳖放了。你没事别瞎跑了，再缠到渔网上，可就没有我这个好心人来救你了。要你管，你个扑街仔！大老鳖恨恨地窜回了河里。小伙子，先在这儿不准钓鱼哦。我回头一看，2名渔政的工作人员走了上来。怎么，前2天不都还可以钓吗？这不有人举报这段河域有人违法捕鱼吗？这2天我们正在河里检查，所以暂时停钓几天。你没看通知吗？哦，那真不好意思，没注意呢。既然不能钓，我只好原路返回。第2天，我便一早来到渔具店，买了一套能钓几百斤鱼的杆子，花了18900，说是专门钓金枪鱼用的。虽然这钱花的有些心疼，但为了那颗棒珠，就必须下血本。晚上，我来到河边，找到大老鳖，然后由对方带路，找到了鲶鱼的藏身之地。大鱼怪就在下面，我先离开这里。我都还没回话呢，这家伙就跑没影了。嘿，这家伙还知道避险，怕万一我钓不上来，鲶鱼报复他。随后我把鱼竿拉出来，并将尸首绳和我都绑在了一棵树上，毕竟这要操作不好，
怕是要葬身鱼腹。准备工作做好后，我便在鱼钩上绑上一只鸡，然后往鲶鱼的洞穴投去。我就像活了50年的老鳖，老鳖带我去寻宝物，而宝物则是条成精的巨型鲶鱼。我鱼饵投下去，没5分钟，鱼竿便沉了下去，骨轮里的鱼线飞快跑出。来了，我去，这力气也忒大了吧？幸亏后面绑了2根绳子，不然我已经被拽下了水。从手上传来的力道来看，至少有1000斤的拉力。而随着我与对方拉扯一阵后，水里开始冒起了一阵的泡泡，随后一巨大的黑影从水面跃出，在空中疯狂地甩尾摆头，试图挣脱嘴里的鱼钩。哇，好大的鲶鱼，这不得200多斤啊！是怎么长的？难道是因为吞了帮助的缘故？在惊讶之余，我也是赶紧坐到地上，压低身体重心，稳住疯狂挣扎的鲶鱼。可是对方力气太大了，我后面的2根绳子绷得笔直，我整个人感觉被拉得悬在了半空中。我的天，这力气也太恐怖了吧！后面那位舒大哥，你可千万得撑住啊，不然我要下去喂鱼了。好在一波爆发后，鲶鱼也累了，稍微消停了一下。不过对方休息一阵后，径直地向我冲来，试图跳上岸对我进行攻击。好在他的体重太大，没有跳上来。好悬，吓死宝宝了。那鲶鱼见咬不到我，转头就要离开。我见对方要跑，赶紧起身收紧鱼线。结果这家伙在水里绕了个圈，然后再次向我冲来。没想到对方还知道助跑跳跃。我不会再让人踩地上了，即使是鱼也不行。我来不及多想，丢下鱼竿，一个驴打滚就滚到了一旁，并拿起身旁的鱼枪，顺势射了过去，精准命中刚落地的鲶鱼。但这一击并没有致命，对方朝着我便咬了过来。我赶紧起身往后退去。嘿呀，上了岸你还敢嘚瑟？就这样，鲶鱼追了我一路，最终因为失血过多而停止了挣扎。不过为了防止对方假死，我还是小心翼翼地上前试探。不用担心，他已经死透了，赶快取他肚子里的帮助。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大老鳖。随后我也没多废话，赶紧从鲶鱼怪肚子里取出棒珠。这颗珠子大小如核桃，散发出淡淡的荧光，亮度不是很高，如清秋的月光，有点朦胧又有点双白。怎么这么像夜明珠呢？你要小心点保管，这棒珠对很多动物都有诱惑力的。你是说这珠子会吸引别的动物过来抢？没错。它有什么作用啊？具体作用我不知道，但对我等的修炼成精大有益处。说到此处，大老鳖咽了咽口水。你这老鳖可别打他主意，不然把你给炖了。你个扑街仔，说话客气点，不是我提供的信息，你能得到这颗棒珠吗？算了，不给你说了，我先吃点鱼肉。这家伙虽然没有棒珠好，但对我也能补一点。说罢，大老鳖便自顾自地吃起鲶鱼肉。哎，你吃归吃，记得又欠我一个人情哦。我又欠你啥人情？这鱼是我钓上来的，你吃我鱼肉不算人情啊。老鳖一听，快被气死。你怎么这么狗啊？帮主你不是已经拿了吗？这鱼200多斤，我吃点咋了？嘿嘿，一码归一码。其实我也想尝下这成精的鲶鱼是啥味道，但这家伙吃腐食长大，一身的腐臭味实在受不了。于是我决定做个顺水人情，把鱼推到水里，全部让给大老鳖。别说我不耿直哈，这鱼都让给你了，以后宝物你就多送点给我，不要那么吝啬。哼，你个扑街仔，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在我身上薅羊毛，早晚都得被你薅秃了。说完，老鳖便急冲冲地下水享受美食了。我钓起200多斤的巨型鲶鱼，从肚子里取出一颗无价之宝的棒珠，随后我赶紧回家。劳累了一夜后，我抓着珠子沉沉地睡着了，而那颗棒珠也随着我的呼吸变得慢慢地暗淡下去，随即融化在了我的手中。这一觉下午才醒，醒来后身体从未有过的舒坦，好像轻了几十斤。难道是那颗珠子的功效？我下意识地看向手里，却没了那颗珠子的踪迹。我又赶紧在床上翻找了一遍，也没找到。莫非这颗珠子被我给吸收了，所以我身体的疲劳才恢复的那么快？对，应该就是这样。不过这棒珠的作用应该不只是有恢复疲劳的作用，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能力，这个只能以后慢慢去发现了。奇怪的是，我今天饭量大增，是平常量的3倍还多。我原以为是昨晚上太累，所以才吃那么多，但实则是和我融为一体的那颗棒珠在吸收着我身体的营养。晚上我又来到河边，把大老鳖喊了出来。大老鳖见到我后，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扑街仔，你把珠子吸收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来就是想问这个事的。这珠子对人会不会有副作用啊？你整个人气息都不一样，一看就是吸收那个棒珠的作用。哦，我怎么没看出来？除了皮肤白点，另外身上的肌肉更明显一些，也没多大变化啊。你肯定看不出来，但对于成精的动物，它们一眼就能认出你体内有宝贝，
所以你以后小心点，那些动物都想啃食你的血肉。我去，那我岂不是成了唐僧？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？听到大老鳖这么一说，我顿时头皮发麻。我不知道，现在你珠子的气息比较微弱，如果不是我对棒珠熟悉，一般是察觉不到的。不过它会吸食你身体的营养，后面珠子的气息会逐渐变得重起来。那就是说，只要压制棒珠的恢复，那气息就不会被其他动物察觉。也可以这么理解。怪不得我说食量为何增大，原来大部分的营养都被珠子吸收了。不过要是不吃饱，我又饿得难受，怎样才能压制住这颗珠子呢？对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海边？过几天吧，我到时候来这里找你。说完，老鳖便退回了水里。从大老鳖这里打听到棒珠的信息，我喜忧参半。棒珠改变身体的状况显而易见，但压制不住它的气息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就在我惆怅之时，突然眼前一亮，有了！只要我不停的劳累，消耗珠子的能量恢复，这样不就压制住了？不过想到这里，我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。这到底是灵珠呢，还是整人珠？要不停的劳累，那不又像过去上班一样，成了站着的牛马？后面几天那个河段又可以钓鱼了，而我则是约上了之前的同事，他刚好也辞职了，所以出来钓鱼散散心。至于老金和李胖子，他们则是去萧堂主那里钓，虽然100块钱1小时，据说能钓上来不少大鱼，总体下来是不亏的。小友啊，你几时开始混钓友圈了？没办法呀，我不像你，家里爸妈是收租的，工不工作都无所谓，我得挣钱买房娶媳妇。说话间，一条罗非鱼被我提了起来，紧接着同事也钓上来一条罗非。话说这鱼这么小，一天就算钓个几十条，又能挣多少钱呢？你还别说，我来这里钓鱼10来天的时间，挣了好几万了。我去，你吹牛也打下草稿嘛，10来天挣几万，就靠这些巴掌大的罗非？那倒不是，我之前都是钓几十斤巨物。说到此处，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随即往重新挂好的鱼饵上涂了点口水。没错，我准备用棒珠的气息吸引那些成精的巨物。我从200多斤的巨型鲶鱼肚子里取出一颗神奇的棒珠，我利用棒珠对成精动物的吸引力，准备钓那些巨物。只见鱼饵投下去后，没5秒钟，鱼竿就猛地下沉，鱼线被拉得滋滋作响。我去，小友，你这用的是什么鱼饵？丢下去就中鱼了，而且还是条大鱼。嘿嘿，没点实力怎么能10天挣几大万呢？装，继续装，你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运气好而已。在拉扯一阵后，水下的大鱼被我拖了上来，原来是条7、8斤的黑鱼。好家伙，这么大的黑鱼都被你小子捡了便宜。啥叫捡便宜？也就7、8斤，不值一提。同事听到这话，白了我一眼，真是给你根杆，你就要往上爬，不怕把你摔疼呀？也不怪同事有这个反应，毕竟之前他在野河里钓鱼，最大的也就4、5斤的鲤鱼，实力在那里摆着，摔不着的。200多斤的巨型鲶鱼我都钓起了，这7、8斤的小黑鱼确实不算啥。对了，小友，这条大鱼你要卖多少钱啊？咋的？你想买啊？现在黑鱼的市场价是38，按8斤来算就是304。我去，一条鱼就300多，怪不得你现在不去上班，天天来搞这个。哦，那你买不买这条鱼吗？买。随后同事郭小新便转账给我，然后把自己刚钓的罗非鱼都倒掉。该死的罗非鱼，钓你们丢人现眼，都给我滚！我勒个去，你放生往你那边放，放我这边干嘛？这老郭的操作把我整得无语。嘿嘿，不好意思。随后老郭把那条黑鱼放进自己桶里，然后便对着拍照。不用想，这家伙马上就会在钓友群炫耀自己的战果。后面我继续照此方法钓鱼，但上来的却是条凄凉的罗非鱼。看来这棒珠不只是对成精的巨物有吸引力，感觉只要是动物都会被吸引过来。于是乎，我拿出打窝的饵料，往里面吐了一点口水，然后抛到水面。这诱鱼的效果把一旁的郭小新看得两眼发愣。只见河面上大大小小的鱼疯狂争抢那些饵料。小友，你这是什么饵料？这诱鱼的效果好的不可思议啊！我这个98块的那啥。当然我肯定不会说是加了棒珠气息的，所以随便给他胡诌了一番。就在说话间，水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我赶紧抛饵，可鱼饵刚下去就被条1斤多的罗非鱼抢食。只能说这棒珠的气息太给力，这饵丢下去就被那些小鱼秒抢，大鱼想吃都没机会。看着这群闹心的小鱼，我决定使出大招，直接用超网开始捞。才5、6分钟，我那桶就装满了。你个臭不要脸的，钓鱼你就钓鱼，咋还用超网捞呢？这么多鱼，你捞不捞？不捞就算了。看着我满满一桶的战利品，老郭也不再嘴犟，拿起超网也开捞。不一会儿，他的桶也装满了。他口中念念地说道：“真香！当然不是所有小鱼我们都要，那种几两的都放了，只留1斤以上的。”
捞了一会儿，见河里的小鱼变少了，我又继续用鱼竿钓。本想钓那条巨物的，可钓上来一看，是一条3、4斤的红鲤鱼，不过长得挺好看的。于是我忽悠老郭买回去当风水鱼。这鱼漂亮吧？看着就喜庆。确实漂亮，要不至于你也卖我拿回去给老爷子养，他指定高兴。卖也不是不可能，毕竟这种风水鱼只给有缘人。我在那个缘字上加重语气说道。有道理，要不68块，你看我和他有没有缘？你觉得你够诚心吗？我这可是吉祥鱼，你当野生鱼给加啊？我去小友，我怎么感觉你忽悠我过来钓鱼，就是为了帮你销鱼货的呢？288，不能再多了。老郭骂咧咧的掏手机给我转账。嘿嘿，你果真是有缘人，这鱼就给你结缘了。我从200多斤巨型鲶鱼肚子里取出一颗神奇棒珠，用来帮助我钓鱼，收获满满。后面我又钓了一会儿，还是没钓到那条巨物。由于我和老郭的桶实在装不下了，只能无奈的满载而归。小友，今天就钓到这里。对了，海钓你去过没？那里有很多值钱的大鱼。没有，家里穷，没那条件出海呀。哪像你郭少，家里资产过亿。别扯那些有的没的，你既然靠钓鱼谋生，这河里的鱼货那么便宜，你把河钓秃噜了，你也买不起房啊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你个狗房东。听到老郭这话，我扎心了，顿时有种连夜杀去大，拿我的棒珠气息来试一试。求富不好，心态容易炸，影响搞钱。老郭说着便提着鱼货往回走。你还不走吗？我和你不顺路，你先走。哦，就在老郭走后，水里突然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，紧接着一个鳖头探了出来。扑街仔，去海边记得带上我哦。你个老鳖，耳朵还挺尖的，不过你这是在监视我吗？你以为我想监视吗？你不停地往水里撒那帮了帮助栖息的饵料，这周围的鱼虾都游了过来，比过年赶场都热闹，吵得我都睡不着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不是想看下这棒珠是不是如你所说的那么神奇吗？你个扑街仔，我也是岁数一大把了，能欺骗你个小屁孩吗？不过你这样子搞很危险哦，要是遇上那条巨型鱼一样的大鱼，早被拖下水，吃的连骨头渣都不剩了。听大老鳖这么一说，我后怕起来。刚刚只想是个新奇，完全把危险抛之脑后。谢谢提醒了，走吧，我先带你回去，明天我去海钓就把你带上。说完，我便带着大老鳖回家了。你个扑街仔呀，我都跟你回家了，你还帮我干啥？就委屈你一下嘛，你个头太大了，桶里和钓箱都放不下。回到家后，我贴心的给大老鳖准备了一个水盆。你一个人在屋里待会，我去把鱼货卖了，另外不要随地大小便。说完，我便去菜市场卖鱼了，接着便是回来睡觉。下午醒后，金雪儿给我发来消息，我把要去海边钓鱼的事给她说了，她立马给我推荐了她家的一个朋友。随后我联系了对方，约定好明天在海边某地集合。对了，大老鳖，我一直有个疑问，你是一只淡水老鳖，去海边能适应海水吗？所以啊，你要给我找个有淡水的海岛，最好上面有泉眼的。那你记得还欠我6次恩情哦。你个扑街仔，整天都在提恩情，耳朵都听出茧了。放心啦，我们动物比你们两脚兽更讲信用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给大老鳖2条鱼，当做他今天的食物。那我先去海边探探路，找到那样的岛才带你去。你一个人在家，千万别乱跑，万一被其他租户抓到，把你炖了就不好了。知道了，把门给我锁好就行。随后，我来到约定的海边，一位中年男子在那里等着。你好，你是雪儿的朋友，想学海钓是吧？我是肖礼，专门玩海钓的。你好，我是新小友，第一次海钓，就麻烦肖叔多多照顾一下。放心啦，雪儿一家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。随后，肖礼给我讲了一些海钓的技巧，之后我便拿出那根花了18900的金枪鱼鱼竿，挂上鱼饵，然后吐了点棒珠的气息开钓。肖叔看着我奇怪的操作，以为是河鱼钓多了，便没有太在意。而鱼饵抛下去不到1分钟，鱼线突然一紧，鱼竿来了一个弯弧，差一点就从我的手里飞脱出去。